2019年10月3日，宝可梦日月系列正式完结。说实话，这完结的让人觉得有些突然，上一秒还在一起上课，下一秒突然 say goodbye 了。要知道其他几部在参加完联盟后，还有一段时间的告别戏份，而日月竟然直接2集内就结束了，这就导致很多坑都没有填上，比如 DDI 的马吉亚拉怎么突然就死呢？不过这些就不吐槽了，我先来说一下日月里各个主角的去向吧。首先是 DDI 这边 ，DDI 在马吉亚的引导下，决定全家出去找失踪的父亲。熟悉游戏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这明明是游戏中重要的剧情啊，可动画中居然直接留下伏笔，可见剧情之赶。水莲和父亲则出海，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稀有的水系宝可梦。马尔类则去风原地区学习，也许他那个高科技地区能学到很多吧。卡奇继续在物场包包，并且锻炼自己，毕竟妹控嘛，不想离开自己的妹妹。而洛索古图剑没有继续跟着小智，而在以太基金会帮忙，不知道他在舰队篇章会不会继续作为图鉴出现。而库伊博士更是人生赢家了，在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巴雷特博士已经怀孕了呢。这点重点讲一下马奥，马尔和卡奇要留在阿罗拉继续进餐厅，留空偷走他的哥哥回来了，并带回了格拉西蒂亚花。一旁的杰米闻了之后就变成天空形态，和马尔告别后便让同伴离开了。这里我提一个自己的猜想，觉得这次杰米很有可能就是马奥的妈妈变的，因为与一般的杰米不同，马奥的杰米从陆上形态转变为天空形态后，双眼上方各有一根睫毛，这与马奥过世的妈妈一致。再联想到马奥的妈妈在去世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我永远在你身边，所以你们懂的。另外火箭队那边，本源火箭队和养了他们一整部的川中雄有一个感人的告别，并他们之前就算跑去关都地区，也是被川中雄抓了回来。可这次等着火箭队3人组真的要离开后，川中雄没有强迫他们，而是目送他们上日气球，并最后一次展现自己的怪力，抓起日气球将3人扔向远方。这就是川中雄独特的告别方式吧。而火箭队其他宝可梦也留在阿罗拉，他没有听白木的话上交宝可梦，而外星也主动开始调和其他几位的关系，在川中雄家期待与火箭队3人组的下次相遇。最后要说的是，这一次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，那就是小智没有将在阿罗拉生活的宝可梦带回家。虽然他本就生活在阿罗拉，长在阿罗拉，但是小智生活的其他宝可梦也同样不是关都地区啊，这就让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安啊。这算是全员大放生吗？那这样小智下一个冠军就悬了。回首一下，从刚开播到最后的完结，日月系列可以说引起了不少的争议。其实刚开始最让不少人吐槽的，莫过于小智皮卡丘的贼造型的，其中就有我。但抛开这些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小智最圆满一次旅行了。守护幻兽梅鲁贝塔，最强一兽色真龙，20年没有拿到的冠军，这次终于拿到了手。之后紧接着表演赛还打赢库库伊博士，冲上阿罗拉最强。这肯定会吸引一部分曾经脱坑的小伙伴重新入坑吧。乐队最后吸收的小伙伴一起携宝可梦给小智送行，终让人看得热泪盈眶。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小智会和他的同学们再次相见。正如 DDI 对小智说道，遇见你们真的太好了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呢？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。然而说了这么多，最后要说的是，虽然日月很好，但不足以吹爆。在我眼里，初代永远是不可逾越的经典。我是阿 P，咱们下期见。